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这是我最不堪的秘密。那个夜晚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似乎又出现了。也许我从来没有走出过那场暴雨，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站在那场大雨里。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以及老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以逃避当下的冲突。那还能再活回来了？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首先呢，我们得接纳他这个状态。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再者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他退行的原因。他最近是不是遭遇了什么？最近是没有啊，但之前他得过这个混合型焦虑和抑郁，在比利时呢，接受了3年的心理辅导。那这个医生能联系上吗？如果可能，我跟他联合会诊，这样对小烈的治疗会很有帮助。马上联系。好。谭静的律师是吧？你要了解7年前那个事儿，应该去找谭静，你找我干什么呢？不是我要了解，是我的一个客户。你要，哎，你这个客户挺有意思，为什么他想了解这事儿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如果你肯说的话，他可以给你这个数。你这不玩呢吗？你这。那你要多少？这也不都是钱的事儿啊。这样，你呢，让你这个客户，要不然让他自己过来找我，要不然让他找我律师谈。
啊，你好，这边是我们的季节的限量，你可以看一下。静姐，哎，电话。哦，方主任。喂。3号的外卖有吗？这里。啊，方主任。啊，什么？啊，你等一下啊，我听不清，稍等啊。喂，哎，主任，我听到了，您说。聂宇胜，他出了车祸。啊？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只是他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好了吗？好了。好，谢谢。别动，我爸不在，让我抱你一会儿。我想去找你，可医院不许我出去。你还好吗？辛苦你了。不过你分数很好，学校那边没问题，以你的水平一定能过。放心。走。你为什么把头发绑起来了？放下来好看。不过你怎么都好看。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怎么了？哦，我是下了飞机，着急想见你，开太快了。这种一点也不记得。你说你下飞机？对呀，我不是跟你发过航班讯息了吗？你是被我吓傻了。我没事，我好的呢，看，我好的可以做家务了，我可以做红烧鱼给你吃了。啊，别担心嘛，没事，我真的好好的，我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对了，我有个想法，你听好，待会见到我爸。我想把你们正式的介绍给他，把我们2个结婚的事告诉他，好吗？哎，对了，你跟你爸说了吗？不用，我来说就行。我向他保证过，一定要让你幸福，一定要让你开心，不能让你伤心难过。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得到。好。他怎么在这儿？哦，是我叫谭军来的。今天不是比利时的心理咨询师会诊吗？他在这儿，对了解病因呢会有帮助的。开始吧。When he first came, he didn't speak. In fact, for the first 6 months, he didn't say a word. I diagnosed him with severe insomnia and prescribed medication for sleep. He took the medication twice, but then stopped because of the nightmares. He would rather go without sleep than face those nightmares. It took almost another 6 months before he would tell me about the dreams.
He says that it always starts on a rainy night. He dreams that he's walking alone, and there's thunder and lightning, and the rain is coming down so hard, it's almost like a rope into his face. 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in and the tears. And then a car starts coming and a bright light, and he wants to run to the light. But then there's a person holding a knife, and the brightness coming off that knife is even brighter, and he's fearful that someone will cut him. 聂生，怎么出车祸了呀？怎么要说话呀，老师？你们是？你的朋友。上次见他还好好的，这怎么？所以今天不是明天的事儿啊。我们也很难接受他变成这个样。李伯伯，您也别太着急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哦，对了，他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多年的心理医生，需要的话我去联系一下吧。有，已经联系上了，他们现在正在联合会诊。谢谢你，谢谢你还那么惦记着他。慎奉天。是，聂总好记性。你比我儿子有福气。淑琴是个好女孩，好好对她。我会的。聂总啊，别太担心了。聂雨生是您的儿子，他一定会很坚强，这点小事击不垮他，他会好起来的。谢谢你祝我，多保重。丫头，李伯伯，好，谢谢你。我们结婚吧。拜拜。拜拜。上去坐一会儿。哦，不了，我今天挺累的。啊。那个结婚那件事情，我开玩笑的。路上慢点来。拜拜。
睡了吗？有空给我回电话，想你了。爸，你怎么搬家都不告诉我一声？这是聂总啊，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喜欢吗？不错。那我的东西要搬过来了。你的东西啊，都在。你房间在楼上呢，我带你去。走。来，先上去了。小心点啊！这是3楼，前面就是你的房间了。好。哎，我来。哎，好，我去看门。看，怎么样？跟以前一模一样吧？一个东西都没有少。辛苦了，辛苦了，全叔。不客气。好，那你早点休息啊。好的。怎么样？放心吧，状态不错，一切正常。好，哎，多少钱？32。好的。可以扫码支付一下。好了，过去了。来，好，谢谢。你好，28号的外卖好了没？28号的外卖还没有好，等一下。军哥。好了没？军哥。哎，军哥。哎，喝点水。哎，谢谢啊。你这份工作干的还挺久嘛？哎呀，有活就干呗，这挺好的。洗车送人货，不错。哎，那个最近老聂他们家怎么着？有什么动向没？他现在哪顾得上啊？聂医生出车祸了。撞了？严重吗？人倒还行吧，就是脑子有点糊涂，有点傻。植物人啊？没那么严重，他那个叫什么心理退行。什么意思啊？就好像是说你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吧，你就退到了以前的时候。哎呀，详细的我也不知道，静姐也没跟我说。你别问他，省得他烦。好了没？好了。我跟你说，老聂家缺德事儿干太多，确实是报应。你别这么说啊，人聂医生挺好的，人家可没做什么缺德事儿。大夫有没有说他这个退行还能再回来吗？行，明白。走啊！小心啊！来，赶紧来吃，都是你爱吃的。好多菜啊！爸，你怎么不吃啊？没胃口。怎么了？没事儿，只是想到我们好久没这么坐下来吃顿饭了。都没想到这么久的第一次，竟然是这样的机会。以前总是忙，没时间陪你跟你妈。等到事情发生了，现在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爸，对不起了，是我不好，我没听你的话，跑去读医学院了。确实是因为我，爸你知道的，当医生可以救人，能够看到家属因为我的关系，他们就不用跟心爱的人分离，那种成就感，不就是我想要追求的吗？所以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我也不后悔跟谭静在一起。爸，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们，我跟谭静会好好的，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别说了，好吧？不要走，谭静。解铃还需系铃人。聂雨生的病根在谭静，你呀不妨去找他好好聊聊，想出一些办法来，这对小聂的恢复会有帮助的呀。
谢谢。今天来，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我想请你和我们一起配合医生来治疗雨生的病。你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开口，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知道你对我没好感，可能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此时此刻，我愿意拿出我最大的诚意。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但是我相信，杰林还去西陵人，雨生在推行这段期间，他想的、说的都是你。我也希望看在他这些年对你念念不忘这个情分上，你能够暂时搁置我们之间的矛盾，救他一次。来找我干嘛？你又给我堵嘴费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随便羞辱人。不是羞辱你，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怕你告密。好，那我现在就去把你打架、抢我车，还有这个堵嘴费的事情告诉老师。哎，你怎么，怕了？谭静，我想跟你做朋友。谭静。谭静，谭静，谭静，你怎么哭了？进来啊！哎，我爸不在，进来看看。这就是我的新家，看，那边是餐厅，吃饭的地方。然后这就是我爸喜欢的古董啊什么的。其实我对这里不熟，我爸搬家也没告诉我。好了，别看这里了，到我房间看看啊！来。这就是我房间，怎么样？看看，你也不喜欢，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爸选的颜色什么的，我都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但是我喜欢这里。来，
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角落，看出去，这个风景就有点像我们老家的样子。这边啊，看，那个有个池塘，有一些小动物走来走去，挺好。那边也不错，那边就是有个另外一种味道，方向不一样。这边可以看到日落，那边可以看日出。哎，这边好像也有什么东西。上次我们办婚礼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好好拍照。回头我们要好好的办一次。好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别紧张，跟我爸说了，我要跟你一起去比利时。许毅这件事嘛，我爸也无可奈何。就算他再生气啊，那我这样估计也过了。没事，没事。哦，你刚刚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哦，对，我就想问你，你想好你要学什么专业没？哦，我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嘛，我想以后还是当老师比较合适。但是，现实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的，你只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你知道吗？你在雪山演讲的时候多帅呀！Without love, there is no all is well。特别帅，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你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知道吗？那你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都听你，好吗？好。到底是笑还是感动啊？感动啊！好啦好啦，不要哭。我是盛方婷，你好。哎，坐。那我开门见山了。今天约孙先生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谭静的父亲和东远集团当年发生过什么事。你门不能这么开啊！你是哪一位啊？同事，我是谭静的同事，我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啊，你是想报答他呢，还是对我们家静有什么想法啊？报答，想报答他。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谭静的同事，所以孙先生，你对我不用有太大的决心。而且之前呢，叶东远和谭静争萍萍的抚养权，谭静来找过我，跟我讨过一些看法。抚养权的事呢，虽然是暂且搁置了，但是聂东远这个人我很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今天来找你呢，了解这些旧事，一来是未雨绸缪，为将来的谈判增加一些筹码；二来呢，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不是很喜欢聂东远，对于东远集团的一些做法，我也同样不喜欢。所以能抓到他们一些痛脚，我会很开心。这个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出国了，所以这几个月呢，他就交给我来照顾这个房子。
给她浇浇花啊什么的。漂亮。哎，还养小乌龟呢。你朋友很有品味耶，这是我喜欢的颜色。哇，这个落地窗，漂亮的风景呢。这房东还挺有童趣的。哇，还有个小花园，真的好漂亮。以后我们家也要像这样有个小花园。我怎么觉得？我好喜欢这里啊！这里的感觉好熟悉，好温馨。哎，你记得我们住那个小房子吗？虽然旧旧的、小小的，但是很温馨，这样才像个家。不像我爸那个房子，可能太大了，空空的。最主要是因为没有你。你怎么了？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你没洗手啊。你去洗手，然后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好吧，那我顺便上个洗手间。你变了。我变了。你怎么这么能干呢？你煮东西没有这么厉害的。放心，我的红烧鱼也会把它练好，绝对不输你。加一个这个，你知道吗？有一次课间操，我就看到你在那里吃馄饨，然后呢，你嘴边呢就沾了一点这个辣椒油。我好想过去帮你擦掉，但那个时候又不敢。之后我连课间操都不上，我每天就等着你过去吃馄饨。这个你也没有来。其实那次你进来看着我，一直盯着我看，辣是吧？等一下。看来我做的还是不对，怎么会辣呢？喝水。是辣了一点点，但因为人家的辣椒油是有秘方的，特别香。其实上次课间操你跑过来盯着我看，我都知道。原来想不想回去吃馄饨呀？可以吗？可以啊，明天是周末，不用上课，所以我们可以回宁安吃馄饨。好哎，好，这个不用放，拿着，给我。啊，31、32，啊。我可以唱歌吗？不要了，打扰到乘客们。超级想回去。医生说，生物不能再受到刺激。你如果想到什么，或者想跟他做什么，我希望你事先跟我还有医生先沟通一下，好吗？我想带他到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去。这个家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他没有任何情感和记忆。反而我们可以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气味等等，来唤起他对现实的记忆。渐渐的，他自己认识到自己在退行。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提示他，
他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没错。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慢慢来。如果他对现实的信息能比较接受的话，我们就试着多给他一些；如果他还是比较抗拒，那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再去刺激他，或者唤起他记忆的地方，也是可以的。还好啊，都还在啊，对啊，老样子啊。嘿，还秋天。好。是学校的方向啊。学校。老样子啊，进去看看。好。师傅。师傅。师傅。嘿。你们谁呀？干嘛的？我们是以前在这里上课的，想进去看看。不行。我们，其实是学校里老师叫我们过来的。对。哪个老师啊？你让他来接你们。那个李老师。张老师。糊弄谁呢？学校是随便进的地方吗？走走走走走。哎，师傅，帮个忙呗，我们就进去一会儿。师傅。怎么办呢？